后妈和渣爹把我卖给了村里的知青。我被赶出家门后，渣爹后妈恶毒妹妹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我还觉醒了金手指，整天指着点小红心的宝宝们，给他们送祝福。一阵强烈的窒息感传来，李小妞难受的厉害。就在她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有人把她拉了上来。李小妞再次醒来是在简陋的医院，昏迷了1天1夜。她回忆起了所有的事情。刚刚明明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个人把我从水里救出来，看来是真的，我不会真的穿越了吧？她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怎么骨瘦如柴，跟鸡爪子一样，一看原生家庭就过得不好。正在这时，一道好听的男声传来：你醒了。他转头就看到一个大帅哥坐在那里，放在整个现代也是很炸裂的存在。我勒个骚高，只知道原主的命运非常悲惨，被李家给卖了，但被卖给这样一个帅哥，似乎又没那么悲惨了。原主李小妞跳河自杀，在河里淹死了。这回他穿越过来，苏怀清路过，把他救了上来，把他送回李家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快出来！来了，这是咋了？叔，你家小妞掉水里了，我给她捞上来了。啥？落水里了？落水里你给我送回来干啥？你都把她碰了以后，她还怎么嫁人？对，你把我家丫头是抱着回来的，村里人都看见了，要她以后咋在村里找对象，你得负责。苏怀清看出来了，这两人想讹钱，不过他也不在意那么多，救人要紧。行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怎么也得100块。就这？什么100块啊？最低300。这个年代300块钱对于农村家来说是一笔巨款，但对他来说不过小钱而已。苏怀清被这一家人整无语了，他直接利索的给了钱。行啊，这300块钱就当是你们跟李小妞断亲关系的钱，既然卖给我了，以后他的事就跟你们没关系了。苏怀清转身就走了，名字也从之前的李小妞改为了现在的高小妞，所以苏怀清就把她送到医院来了。被卖了，确实挺惨的，但想到是卖给这样的大帅哥，他这到底是赚了呢，还是赚了呢？苏怀清起身站在高小妞面前，这里是市医院，你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高小妞盯着苏怀清，妈耶，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70年代竟然能长这么高，看来家境很好，难怪是全村最帅最富的知青。见小姑娘不说话，还直勾勾地盯着她，那眼神如狼似虎的，苏怀清皱了皱眉，这姑娘不会摔傻了吧？高小妞啊，我好多了，就是头还有点疼。我去找医生过来给你瞧瞧。好。不一会儿医生就来了。这个小姑娘没事了，回去多注意休息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确定她没事了之后，苏怀清这才松了口气。这里是市医院，没有人会打你了。饿不饿？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吃。肚子饿。苏怀清转身要走，一双小手却拉住了他的衣摆。他回头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苏怀清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。乖乖在这儿等着。他看起来绝对是那种很不好相处的人，脸色这么冷，看起来整个人都严肃得很，可是偏偏出手救了我，而且说出的话也很有温度。外冷心热，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苏怀清走了，病房里就只剩下高小妞一个人了。她回想着上一世，自己30岁就混到身家几个亿的女强人，正当要走上人生巅峰，却穿越而来，变成了这个世界的高小妞。床头柜子上有一面镜子，高小妞拿过来瞧了瞧，如遭雷击。啊，这么丑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小妞整个人都不好。我快疯了！我刚刚看到那么帅气的小狼狗，还想着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来着，可是如今看到自己这副尊容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不要！原主今年18岁，在家非常不受宠，经常被打，没有饭吃，长期营养不良，导致她这么一副骨瘦如柴的模样。而21世纪的小妞，怎么说也是个小美人，如今变成这个样子，这让她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。作为穿越人士，不都是变成了女主角吗？不都是长得倾国倾城的模样吗？为什么到了我这里，这画风有点不对？你想干啥呀？是我穿越的姿势不对，以至于打开方式错了。别怕，亲爱的宿主，咱们俩今天正式绑定，瞧，金手指这不就来了吗？
以后我带你开挂。高小妞正难过着，脑海里突然就冒出这一道声音。谁啊？谁在说话？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就是你之前的那个空间了。你顺利完成了考验，本系统现在正式与你绑定，未来的日子咱们俩合作愉快哟。什么空间？什么系统？你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哈哈哈！这声响气得高小妞咬牙，这声音一听就是个渣男。我真是无语了，我可是一个高端科技研制出来的智能系统，我们那里科技十分发达，已经不适合发展农业了，但是人们需要食物，所以就有大佬投资研究出了很多我这样的智能系统，让你们这些擅长农业的人来种植，到时候记得卖给我们哦。不要，我们会给很多很多钱的哦。你说什么？最关键的是，我能让你变成大美女。细的声音充满着诱惑，他以为高小妞肯定会被变成大美女的事情吸引。当然了，兄弟。他的关注重点一点儿也没有被带偏，他觉得这破系统满口谎。科技发达，人口爆炸，结果说不会种田，会搞笑吗？不过这个系统刚刚说可以换钱，我现在是挺缺钱的，先答应他吧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。高小妞抬起头，行，我可以答应你合作。你已经通过了考验，所以我们正式绑定。除了一开始给你的那片储物空间之外，这次再给你一片生命空间，以后好好种田。加上你上一世囤积的物资，你很快就能变成大佬了。我可是很强大的，保证让你在这个世界风生水起，怎么样？呵呵，我有的选嘛。别这么难过嘛，我可是你的超级外挂，可以是你的男神，可以是你的爱豆，甚至可以是你的老公，我可以保护你哦。我是不是比老公还靠谱？闭嘴，你话真多。嗨嗨，话说回来，其实比起粮食，我们更喜欢加工好的食品，尤其是做好的饭菜。宿主，我知道你厨艺极好，我们那边的人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加工食物上面，我们喜欢点外卖。你做好了饭菜，可以打包好卖给我们，只要做得好吃，肯定有很多人买哦。高小妞瞪圆了眼睛，我乐个骚刚，看过那么多穿越小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点外卖的。我还是商家，跨越时空点外卖，这就是所谓的科技改变生活吗？太神奇了！这时苏怀清回来了，他手里拿着饭盒。饿了吧？赶紧吃东西。保温桶一打开，浓浓的香气就冒了出来。高小妞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馋得厉害。不是他馋，是这具身子馋。原主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肉了，多吃点，你这身体需要好好养养。高小妞实在馋得厉害，端着就喝了起来。她吃饭特别香，脸颊鼓得像是小仓鼠。苏怀清一边看着她吃，一边说：“你爸爸那边的人已经不要你了，我了300块钱，相当于把你卖给我了。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我已经把你跟你家断绝了关系，户口那边也迁出来，已经跟大队长说好，等你出院就回去办手续，不用经过你继承。姓氏我也给你改了，我听村里人说你妈妈姓高，就给你改成高小妞了。以后你跟李家没有关系，也不用给你爸爸跟继母他们养老，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写了字据的，你爸爸、你后妈，还有你所有的伯伯叔叔们，全都按了手印的。大队长、大队书记都是见证人，也按了手印。以后你都不用担心李家会找你麻烦，跟他们再也没关系了。”高小妞感激地看着他，这件事苏怀清处理得很。这小姑娘如果跟李家还有关系，迟早被那一家子祸害死。300块钱而已，就当救她一命，反正我不缺这点钱。苏怀清以为小姑娘听了之后应该会一脸感激地看着他，结果还有吗？再给我点儿。咦，鸡肉呢？我说她自己跑了，你信吗？场面尴尬了几秒，然后高小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饱嗝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说话化解尴尬。谢谢你啊，不但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跟李家脱离了关系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我终于不用挨打了。我以后就跟着你是吗？ 70年代的农村
可不像21世纪的后世，单身女孩可以一个人居住。这个时候 PK 都是一群一群的，压根就没有人多管闲事。这种环境下，她还受着伤呢，可不敢一个人住。她需要一个打手啊，不，靠山。眼前这人看来人品应该不错。高小妞伸手拉了拉她的袖子，央求道：“你收留我好不好？我会干好多好多事情的，所有的家务我都会做，我保证乖乖听你的话，绝对不给你惹麻烦，少吃饭多干活。不要，我一个小女孩也吃不了多少东西的。”苏怀清挑了挑眉，看了看面前的碗，鸡汤和鸡一大半都进了你的肚子，这叫吃不了多少东西。这个是意外。他干笑了2声，可怜巴巴的道：“我好久没吃饭了，太饿了。”苏怀清没想到这么一个受尽磨难的小女孩，她本以为她会是那种唯唯诺诺的性子，却没想到这么活泼。高小妞其实已经18岁了，但苏怀清不知道，她受了这几年的折磨，看起来瘦瘦小小，就跟一个14、15岁的小女孩一样。既然已经救下她了，就没打算不管她。你以后就跟着我，跟我妹妹一样，我在知青点租间房子给你住，你不用干农活，这2年就把身体养好就行，吃的穿的用的我会给你，过2年你长大了，我给你找份工作。我听你的，我一定会乖乖听话，照顾好自己，不给你添乱。作为一个上辈子活了30多岁的女强人，高小妞的脑子十分的清醒，她很清楚，眼下跟着苏怀清才是最安全的。她空间里有大量物资不假，但是她总不能一直躲在空间里不出来。一个小姑娘孤身一人，不干活却有钱花，时间长了容易出事，所以眼下待在怀花大队是最好的选择。苏怀清叹了口气，养着就养着吧，反正我有的是钱，你在这里待着，好好休息。我只出去一趟，晚上回来。怀花大队，一个瘦弱的老太太正在往李家走。老3家的，老6家的，一个个懒货，猪都快饿死了，没听见吗？这几天的鸡蛋呢？一个个馋嘴的东西，是不是被你们吃了？都给我出来！老太太在院子里喊得中气十足，这一声喊把李家老3媳妇儿、老6媳妇儿吓得赶紧从屋里出来了。娘，您回来了。娘，您回来怎么不说一声，我们好去接您呐。2个儿媳妇儿在李老太面前那叫一个乖。问你们话呢，聋了还是哑巴了？这些天的鸡蛋呢？给我交出来！2个儿媳妇儿顿时面露尴尬。李老太就知道自己没在家的这几天鸡蛋保不住，本来她也没打算回来的时候那些鸡蛋还在，但是明面上肯定是要敲打他们一番的。嘴馋的懒婆娘，趁着我不在，1个2个都想上天了是吧？赶紧给我喂猪去！偷吃的鸡蛋以后都别想再吃了，快去喂猪，明天后天也都你们俩干。2人顿时不干了。凭什么？娘，不愿意今晚别想吃饭，把鸡蛋还回来。2人顿时不说话了，乖乖去喂猪去了。2人去干活了，李老太这才冷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偷懒偷的，竟然连猪都敢不喂！要是再有下次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”骂骂咧咧了一阵，李老太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，粮食少没少，家禽少没少，自留地里的菜等等，全部检查了一遍，这才放心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老太便带着儿媳妇儿在菜地里收菜，忙了半上午，回来一瞧，发现家里的脏衣服还没有人洗，顿时叉腰开骂：“人呢？都洗到哪里去了？这么多衣服都没人洗，是等着我老婆子去伺候你们吗？一群丧良心的东西，都给我出来！3丫头、4丫头、5丫头、6丫头都躲在屋里孵小鸡呢！出来！”老李家孙子孙女很多，男女分开排行，孙女有7个。听到这个吼声，老3跟老6从屋子里出来了。剩下的人呢？都洗哪儿去了？奶，吴姐出去玩了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李老太皱了皱眉，吩咐道：“你去把你吴姐找回来，就说我让她回来的，不回来中午跟晚上都别想吃饭。4丫头去把衣服洗了。”老4就是张兰花带过来的女儿，张兰花是原主李小妞的后妈，老4李红珠是她跟前头的丈夫生的。李红珠一想到那么多衣服，顿时就不满道：“奶，那么多衣服，我一个人怎么洗得完？这衣服以前都是李小妞洗的，她现在去过好日子了，家里的活就不用干了嘛。”3丫头去过好日子了，什么意思？哼，爸爸把她卖给了刚来的知青，可有钱了。这2天高小妞走了，
家里的家务活顿时就有很多落到了李红珠身上，李红珠都快气死了。李老太这几天回娘家去了，家里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，这才想起从昨天回来他就没见过李小妞，这才发现家里少了个人。胡说八道，三丫头嫁人，我这个当奶奶的怎么不知道？就她那长相，能嫁给什么好人家？奶，三姐不是嫁人，是被六叔六婶给卖了的。我那天听到了，一开始卖给的是那个张瘸子，要80块。三姐那天在门外听到了，后来三姐就去跳河了。新来的苏知青救了她，往她嘴里吹气，三姐可惨了，看着都快死了。六叔六婶就把三姐卖给了苏知青，卖了300块钱呢。李老太睁大眼，完全没想到自己不过走了几天，家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李小妞竟然被卖了。打听了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最后知道苏怀清还让李小妞跟李家断亲，字据都写了，信也改了。李老太就更生气了，把李家上上下下都骂了个遍。最后洗衣服的事情还是落到了李红珠身上，发生这种事，李老太越发对这个拖油瓶看不上眼。李老太跑去知青点一打听，这才知道高小妞被苏怀清带去市里了，这才匆匆买车票去市里。好不容易在医院找到了高小妞，这个时候就高小妞一个人在病房里，看到李老太过来，高小妞还真是有些意外。原主的记忆里，这老太太那叫一个刻薄，整天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。穿越的必备身份之一就是教他们做人。穿越过来好几天了，女主光环终于要开始了，身边没2个极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女主。你个讨债鬼，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敢去跳河，怎么不淹洗你？张兰花一个后妈，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了？家里我没发话，谁敢把你卖了？遇到事情就知道洗，你的脑子是被猪啃过吗？没洗就赶快跟我回家，别在这里装洗，还真想赖在这里不成？我老李家还有那么多闺女没嫁人呢，你想害她们都嫁不出去吗？高小妞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眼这老太太，着实很意外她会来让她回去。虽然话很不好听，但高小妞依旧觉得意外。见高小妞不说话，李老太跳脚道：咋的？你还想留在这里不成？嫌老李家对你不好了？不就是干活多了点儿？谁不干活？看你矫情的，你以为知青有多好呢？一个城里来的小白脸，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，挣的工分都不够他自己吃的，将来靠什么养活你？你还是被卖给他的，将来他能把你放在眼里才怪。你个眼皮子浅的，赶紧给我下来。正好这个时候苏怀清回来了，场面一度有些尴尬。李老太在看到苏怀清那张脸的时候，整个人就顿住了，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。你是谁？李老太问道。我就是那个给李家300块钱彩礼的人。老太太，断亲书写得很清楚，你们李家的人全都写了名字，按了手印的。她现在叫高小妞，跟你们李家已经没关系了。这个小伙子这么壮实，看着也不像个文弱书生。我家这三丫头瘦不拉几的，怎么看怎么丑，他到底看上这丫头哪了？李老太看了看这个，又看了看那个，最后看到苏怀清放在桌子上的水果，她眼睛一亮，把水果拿过来抱在怀里，转身就走，竟然没再说要高小妞跟他回家的话。我走了，这水果当你孝敬我的了。哼！老太太来去如风，速度极快地窜出病房。两人在病房里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，都没反应过来这李老太到底是抽什么风。本来还以为要面临一场对抗超级极品的大战，结果苏知清进来，这老太太竟然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就走了。你奶奶真的是来找你回去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没进来之前，她确实是这么说的。过了7天，因为吃好喝好，加上有系统的帮助，她恢复得很好，就出院了。出院后，苏怀清带着她去买了2身衣服和一些日用品，便带着她回到怀花大队知青点。苏怀清带着高小妞一露面，顿时就有老苏，你回来了。最先迎上来的就是苏怀清的好兄弟王宇，他下乡的比较早，2年前就来了。看到旁边的高小妞，王宇一愣：小妞，你好像变白了不少。这小姑娘她可是见过的，老李家的那个沉默寡言还特别黑的孙女吗？但是眼前这姑娘却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样，皮肤变白了，看着越发多了一分柔弱。
让人心生怜惜。高小妞听到这话，顿时开心的不行。真的吗？可能最近没干活，又吃饱了饭，气色养得好了些。哪有女孩不爱美的？这样的变化，她当然开心了。这时，苏怀清打断道：“好了，我先带她去安顿下来。你们这是都没上工吗？”今天休息，从明天开始比较忙。大队长让我们几个休息一天，明天就要干活了。如今你回来了，明天估计也要去。苏怀清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妞，我先带你去我之前租的房子吧。就这样，他们去了苏怀清之前租的房子，开了门，将行李放下。苏怀清道：“你以后就住这里，那边有粮食跟厨具，以后想吃什么自己做，不用去跟他们公用锅灶。这房子是单独的，所以是要钱的，1年10块钱房租。”好，那你呢？我先去宿舍那边跟石头他们住一段时间，你不用担心。苏怀清这房子每年10块钱的房租，还要给点票证。他刚搬进来没几天，如今就给高小妞了。苏怀清把新买的棉被放到炕上，这是他买给高小妞的。高小妞一无所有，在这里生存，所有的东西都要买。苏怀清安顿好了，又从身上掏出10块钱的零钱，递给高小妞。这个你拿着，需要买什么就自己去买，用完了跟我说。那些粮食你今晚吃，1天3顿饭，把肚子吃饱了，你身体才能好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会饿着你，也不会让你没钱花。看着他这个模样，高小妞差点笑出声来，感觉就像是一个老父亲一样。高小妞特别乖巧的点头，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苏知清。小姑娘笑盈盈的，没有扭捏，也没有贪婪。苏怀清满意了，拿着自己的行李就出去了。苏怀清到院子里，正好碰到了石头，也就是石磊。苏怀清，你回来了啊！他转头看了看苏怀清的那间屋子，小声道：“那小姑娘也跟你回来了？”苏怀清点头：“回来了，在屋里呢。对了，石头，以后我住你宿舍。”石磊顿时笑着打趣：“300块钱娶回来的媳妇儿，你不跟她住一起，反倒跟我住一起，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爱我？”苏怀清直接就踹了他一脚：“说什么？他就是一个小孩，我不过是救他一命，那种情况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”石磊也知道高小妞送去县里的医院都没得治，最后送去市里才保住一命的事情，他心里也没想过苏怀清会看上丑巴巴的高小妞。你可长点心吧，那李家就是一家赖皮狗，这次被李家敲诈成功，下次万一有人效仿，看你怎么办？300块钱呢，万一下次有人觉得高小妞这样的都能卖300块，他家闺女比高小妞漂亮，跟你要500块，你怎么办？那可就跟我没关系了，至少明面上我给那300块钱是彩礼，我这也算是有媳妇的人了吧？那些人总不能把闺女塞给我一个有媳妇的人。至于钱，苏怀清的声音冷了下去，以后想给也没有了，我的钱都花光了，给了李家300块，现在就穷光蛋一个，别人家的姑娘就算洗在我面前，我也没钱救了。石磊顿时对苏怀清同情不已，对于苏怀清的话一点都没怀疑。也是，这个年代没有谁能一下拿出那么多钱。王宇这个时候走了过来，对苏怀清道：“中午一起吃饭吗？我看到你买肉了，中午吃吗？”王宇两眼放光：“吃肉啊，他喜欢。高小妞的身体需要补养，所以回来的时候，苏怀清从市里买了些补品回来，有排骨，还有一条大鱼。王宇刚才看到了。”苏怀清想了想，当时送高小妞去医院是开着大队里的拖拉机去的，石磊他们都帮了忙，确实应该请他们吃一顿，于是便点了点头。屋子里的高小妞听到了，连忙出来：“我来做饭吧，我厨艺可好了。”苏怀清可是自己的保镖啊不，靠山，必须得好好讨好，培养革命感情。王宇眉毛一挑：“小妹妹，你确定？”高小妞下巴一扬：“确定啊，等我做好了你就知道了。”趁着高小妞在做饭，苏怀清把屋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搬了出来。看到苏怀清把自己的衣物拿出来，王宇问道：“老苏，你以后住哪间？要不要现在去跟大队长说一声？”他以为苏怀清会去再租一间。苏怀清笑了笑：“不用，我跟石磊他们住宿舍。”王宇一愣：“什么？你住宿舍？”“对呀，钱花的差不多了，以后得省着点了。我又没做过农活，以后还不见得能不能养得起这小姑娘呢。”王宇目瞪口呆，他想说，别说这一个小姑娘，就是10个，你也养得起。不过苏怀清都这么说了，他也不傻，帮苏怀清瞒着他是个有钱人的事实，建议道：“
老苏，你跟我一起住吧，屋里炕那么大，睡咱们2个绰绰有余。王宇这样有钱的阔少，自然也是自己住单间的。苏怀清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行吧，那我跟你住。这时候，院子里飘来浓浓的肉香味，大家全都狠狠地吸了吸鼻子。王宇兴奋地拿着小板凳去了苏怀清的屋子，也就是高小妞如今住的地方。这里有桌子，吃饭更方便。虽然在外面大树底下吃更凉快，但人多啊。这么好的一桌菜会引来围观的。哇，土豆烧鸡、红烧肉、爆炒豆角、油焖茄子，还有凉菜，好香啊！都是些家常菜，条件有限，只能做成这样的了，大家别嫌弃。怎么会？闻着就香，我要吃3碗。我吃5碗。那我多加1碗。石磊、许国彪、王宇、苏怀清4个人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他们可看到了，高小妞往肉里加糖了。肉这么油腻腻的东西，竟然还能加糖？关键为什么他们看着这红烧肉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？快吃！我尝尝这红烧肉。王宇率先下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这肥而不腻的口感，顿时让王宇感动坏了。太好吃了，我终于吃上正宗的红烧肉了。大队里这边没人会做，想吃点好的只能去县里的国营饭店，但是县里也没法天天去啊，而且国营饭店的肉也是要抢的，很多时候都吃不到，如今在家里就能吃上，好激动。几人开始吃饭，连王宇这个少爷级的人物都抢得厉害。苏怀清也十分意外，高小妞的厨艺竟然这么好。吃饱喝足，累了一天，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了。第二天，院子里有不少人说话的声音，还有一些饭菜的香味。知青们应该在做饭。高小妞不认识那些人，也没准备出去，在屋子里休息。等外面的人陆陆续续出去上工，没什么声音的时候，他直接反锁门进入空间。这是他这么多天来第一次进入系统空间，之前没机会进空间，怕被人发现。如今屋子里就自己一个人，总算是找到机会了。看到眼前的空间，高小妞心里说不出的激动，赶紧冲进去查看情况。这时，系统那有货人的声音响起：“宿主，你好呀，欢迎进来。感觉这空间怎么样？是不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？我告诉你哦，这片空间的泥土都是好东西，土层下面还有特殊的养元素，种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能成熟的，你要发财了，开不开心？”高小妞不想理会这个家伙，专心研究起这个外卖商店来，发现操作还挺简单。我喜欢爱干活的宿主，只要愿意干活赚钱，我可以做一个十分好脾气的小可爱，哄我家宿主开心哦。这个操作很简单的，而且现在还只是初级的。宿主你厨艺那么好，以后多做点东西出来卖，系统评价就会越高，将来还会给你升级，升级后同样的商品卖的价格更高哦。高小妞一顿，问道：“同样的商品价格更高，那原来的顾客不会有意见吗？”系统解释道：“有点儿小意见也没什么，这些规则在我们那里都是正常的，他们就算有点儿怨言也一样会接受。”高小妞明白了，反正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就好。看着系统上的数值，目前余额为0。他是个十分爱搞钱的人，没钱他就发慌。我跟你们交易赚的钱我怎么体现？系统上累积的钱可以在我这里买各种东西，想要体现的话，一般是给你各种宝石，加工的没加工的都可以。我也可以给你做成各种精美的首饰，出一点加工费即可。高小妞皱眉：“没有现钱？”“没有，你这个时代的钱跟我们这里的不一样，我也想弄一点你那里的钱给你，但有些麻烦，反正你有我这个系统在，你也不会缺钱，想要什么直接这里买就行了呗。”说的也是，他直接拿了一桶无骨鸡爪出来。空间里有保鲜功能，上辈子他也囤积了很多零食。
这鸡爪是做好的，可是没有包装盒，系统里有售卖专门的塑料打包盒，2毛钱一个，但我现在没钱。果然是个吝啬的系统，一开始连启动资金都不给。他把鸡爪装了100份，放进储藏室，然后在店面上架，决定看看效果。等了2分钟，卖出去1份，看着左下角显示余额29元。他等了半小时，卖出去20几份。这下相信了，这钱好像还真的挺好赚的。有钱了，我就去买一批打包盒，毕竟空间里储存的盘子就那么多，用一个少一个。算了，还是先养好身体最重要。卖完东西，高小妞去了2楼的休息区，主要就是给她自己生活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变成18岁少女，她可要好好享受这人生。舒服。系统又很贴心的说话了。空间里的井水对美容有很大的好处。这栋小楼的自来水系统用的就是那个井水，你以后多喝点，做饭也用这个，洗澡什么的也都能用，能美容养颜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，好处多多。高小妞一愣，我之前在医院你给我喝的那些救命的水，就是这自来水。系统尖笑一声，看效果是不是很好？你伤得那么重，喝了几杯水就保住命了，还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他磨了磨后槽牙，好不容易才把怒气压下去。他当时还以为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呢，结果就 TM 是空间里的自来水。你这井水既然效果这么好，那能让我长高吗？对于如今1.5米的身高，高小妞很是介怀。系统笑了声，回答道：当然，你这身体被摧残的厉害，还没停止发育，多喝一点，肯定会快速长高的，会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。放心，正常身高而已，不会让你一直长下去，所以放心喝。高小妞顿时美得不行，这下她有点不介意为系统做苦力了。于是她赶紧喝了一杯，咕噜咕噜喝下去，果然在空间里待了一会儿，高小妞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已经傍晚了。晚上只有我和王宇、苏怀清3个人吃饭，自然不用像昨天准备那么多。如今革命感情还不算牢靠，我必须好好表现。又过了几天的相处，高小妞跟苏怀清的革命感情牢固了不少。苏怀清知道家里没啥好东西了，主动掏出30块钱跟一些票证给他。想吃什么，明天自己去买。说完，他看了王宇一眼，王宇心领神会，立马也掏出20块钱跟一些票证给他。给，小妹妹，你手艺实在太好了，我跟你苏大哥这几天还要继续上工，你自己去买哈。供销社要是有什么好吃的，记得买回来。说完，他跑回自己房间，拿了一罐麦乳精回来，交到高小妞手里。给，我家里刚给我寄来的，给你喝。高小妞有点不好意思拿，毕竟他给了20块钱呢。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苏怀清就替他收下了。他也不是外人，你就收下吧，记得每天喝一杯，补充营养。高小妞对这2土豪有了新的认知。你还有奶粉？这玩意儿在这个年代绝对属于奢侈品，普通人家根本就没见过。苏怀清嘴角勾了勾，得意道：那当然，早就跟你说了，不会少你一口吃的。这哪里是不会少我一口吃的，这简直是教养了好吧。苏怀清、王宇走后，高小妞准备去买点东西。家里已经没什么好菜了，肉菜全部吃完了，我现在手里钱票充足，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吧。于是他便拿着篮子去了供销社。这个大的供销社也不远，高小妞走进这里，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涌了上来。原主妈妈曾经带着原主来过这里，但后来妈妈在家里地位越来越低，她就再也没机会来这里了。这里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好吃的，随便买点吧。高小妞买了1块豆腐，2块凉粉，加点豆干，再去买了2包盐，就回家了。拎着东西刚出来，迎面碰上了一对年轻男女，林栋梁跟李红梅，一个是高小妞的前未婚夫，一个是高小妞的大堂姐。2人看到高小妞都愣住了，一时有些莫不敢认。你是李小妞？高小妞闻声抬头，见到这2人，挑了挑眉。来了，穿越女主之必备历程，遇到极品佳人，我是要走女主路线了吗？看着眼前的高小妞，李红梅是真的有点不敢认，实在是跟记忆中太不一样了。
这丫头比之前好像白了好多，也不再是以前皮包骨头的模样了。见高小妞看过来，李红梅跟林栋梁这才确定，眼前这位就是他们熟悉的李小妞。哎呦我去！李红梅眼底闪过一抹嫉妒。行啊，看来日子过得不错。四丫头，李家好歹养了你18年，你如今日子过好了，都不知道回家看看的吗？家里还有长辈在，不知道回去孝顺孝顺长辈。高小妞勾了勾唇，我日子过得确实不错，他确实很有钱，毕竟不是谁都出得起300块的彩礼的。说着还看了林栋梁一眼，至少这家伙就肯定出不起。李红梅吃了个瘪，发怒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不回家看看？嫁出去了就不知道孝顺长辈了？你目无尊长，跟白眼狼有什么区别？高小妞笑盈盈地看着他，怎么这么快就想上门打秋风了？当初卖掉我的时候，签断亲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自己是长辈呢？真不要脸！对付这种极品，高小妞压根就没想着客气。教养要是用在这种人身上，他会觉得你软弱好欺负的，所以他一上来嘴巴就很坏，先发制人。你李红梅错愕，完全没想到老实巴交的高小妞竟然敢骂他。看着李红梅那错愕的表情，高小妞歪了歪脑袋，笑得特别乖巧，说出来的话却一点也不乖巧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你们李家的人就是不要脸啊！见钱眼开的主，连家里孩子都能卖，这种丧良心的家庭，你还有脸来跟我说什么孝道？不要脸都能这么理直气壮，可真是让人开了眼界了。李红梅目瞪口呆，实在是眼前的高小妞跟从前差别太大了。作为家里最大的孙女，李红梅在李家一直都是很有地位的，如今被高小妞这么骂了一顿，如何受得了？当即就要教训她这个臭丫头。你个喜丫头，敢骂你姐姐，一段时间没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你给我过来！他伸手就要抓高小妞的头发。高小妞知道泼妇打架都是什么样的，毕竟前世自己也是从农村极品堆里出来的，他自己家就一堆极品，他才不要跟这女人打架呢。篮子里的豆腐凉粉碎了怎么办？早有心理准备的他眼疾手快闪了一下，没有防备的李红梅摔到了旁边的一坨狗屎上。送你一坨狗屎，臭死你！李红梅一愣，看到自己身上从胸前到衣摆都是污秽物。呀！我要尖叫了！刺耳的尖叫声响起，高小妞收拾了他之后拔腿就跑，身后传来李红梅更加愤怒的尖叫声，那尖叫声还夹杂着对高小妞的谩骂。高小妞一点也没放在心上，依旧跑得飞快，一边跑一边笑得厉害。实在是太爽了吧！原来泼妇打架这么好玩，这么爽！高小妞一口气跑出去好远，感觉李红梅没追来，才回头瞧了瞧，拎着小篮子蹦蹦跳跳的往家走。有人看到了高小妞，一下子认不出来这是谁。那是李小妞，这怎么看着一点也不像？是离得太远了吗？我怎么瞧着那丫头挺俊的？有知情的大神解释道：就是李小妞，我前2天见过一次，一开始我也没敢认，她长肉了，人也变白了好多，身上还穿着新衣裳，一看苏知青就没亏待她。小姑娘吗？吃饱了饭跟天天饿肚子的肯定不一样。哟，听说苏知青很有钱，看来李小妞是去享福了。周围的人顿时嘿嘿笑。可不是吗？多少小姑娘都盯着苏知青呢。要我说，这老李家对李小妞不厚道，但是把她送给苏知青，倒是干了一件人事。众人打趣说笑，人群里也有一些干活的女孩子，那些对苏怀清有心思的，个个气得不行。不要脸的东西，他把苏大哥害得那么惨，白白花了好几百块，一个被卖掉的东西而已，竟然还敢肖想嫁给苏大哥，气死我了！得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他。说话的人叫郑佳佳，今年20岁，刚下乡1个多月，身上还带着一点城里姑娘的气质。旁边另一位女知青看着年纪就大些了，来得早，已经来了快4年了，叫杨春红。听着郑佳佳的话，她笑了笑。那小姑娘怪可怜的，苏知青心善救了她，她出身太差了，跟苏知青估计不太可能。郑佳佳立马道：肯定不可能，她配不上苏大哥。杨春红笑道：那也不一定，至少现在她名义上就是嫁给苏知青的，苏知青条件好，教养着她，你看这才多久？
变化就这么大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说不定变得越来越好看，到时候说不定苏知青也就认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郑佳佳被说得越来越气，这些人说什么，高小妞不知道，因为她现在已经沉浸在收拾完李红梅的欢乐中。第二天，高小妞刚从外面买东西回来，一个女知青在院子里摘菜，看到高小妞，立马道：高小妞，还好你不在家，这2天你可小心点儿，李家的人来找你了，气势汹汹的说要打你一顿。高小妞一愣，挑了挑眉：来了多少人？好几个，大部分都是女的，还有2个少年，估计是你那些兄弟。我认识李红梅，她和她妈妈都在，说你打了堂姐，弄脏了她的衣服，还勾引未来姐夫，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这个女知青叫宋萌，今年才16岁，她今天休息，正好碰到了李红梅带着她娘来报仇。你这2天小心点儿，我看他们的样子是没准备善罢甘休的，来了之后没找到你，在这院子里骂了半天，这才走的，说还会来找你的。高小妞顿时笑出了声，她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那边郑佳佳总算找到机会了，她怒气冲冲地跑过来：李小妞，你竟然去勾引未来姐夫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高小妞一愣，转头：你谁啊？郑佳佳也愣了一下，没想到高小妞会是这种反应，怒道：我是郑佳佳，也是这里的知青，不过是看不过眼，你把苏大哥害得那么惨，竟然还不识好歹去勾引姐夫，你关你什么事啊？高小妞的口气相当不客气。你自己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你不但不要脸，脑子还不好，听风就是雨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多管闲事还不带脑子。你有这个闲工夫，还是管管你自己吧。苏怀清才来了半个月，其中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医院照顾我，他回来就一直在干活，平常根本就没怎么跟女孩子接触，跟你应该不熟吧？别人都喊苏知青，你上来就喊苏大哥，不知羞。高小妞认识眼前这个人，往苏怀清身边凑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明目张胆地说他坏话，当他不知道吗？你郑佳佳毕竟是个女孩子，陡然被说中了心思，她特别难为情。她确实喜欢苏怀清，苏怀清长得太好看了，家里条件也好，她刚来到知青点，她就看上他了。可是还没来得及做什么，苏怀清就去市里照顾高小妞了，她当时气坏了。郑佳佳委屈又生气，便把怒气都撒在高小妞身上了。李小妞，你自己每天尖着嗓子喊苏大哥，还有脸说别人不要脸？你高小妞得意洋洋道：我乐意，谁让我跟苏大哥关系不一般呢？他可是给了300块的彩礼哦，羡慕吧？要不你回家跟你父母商量商量，也给你找个有钱的卖了。你郑佳佳气坏了，偏偏嘴巴没有高小妞那么会说。这时旁边的杨春红对高小妞道：李小妞，你少说2句，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你怎么说话这么冲？平常看着你乖乖巧巧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高小妞冷笑了一声：就是看我乖乖巧巧的，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？如今没欺负到我就不高兴了。我叫高小妞，不是李小妞，以前我跟你们压根就没有交集，我一来这里就叫高小妞，为什么你们1个2个都喊我李小妞？别跟我说喊惯了这种鬼话，以前我可不认识你们。至于某些人那些小心思，就别白日做梦了。就你这点智商，还是去祸害别人吧，别在我这儿找存在感。郑佳佳脸色都变白了，没想到这傻妞这么难搞，下次一定要做足准备。众人心里对高小妞有了新的衡量，不愿意多掺和，就赶紧都溜了。傍晚，高小妞拿着一个大大的篮子，是满满一篮子的豆角，还有好几个茄子。这菜长得真好，还好这几天都给他们浇空间里的井水，才能长得这么多这么快。看到石磊跟许国标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。石磊，趁着供销社那边还没下班，你俩要不要把蔬菜弄点去卖了？最近结了老多了，我屋里有一些，地里还有一些，不摘就老了。石磊跟许国标一愣，有很多菜吗？高小妞点头。豆角我屋里有1篮子，这里1篮子，地里还能摘一些，茄子也有不少，韭菜也能割了，有2个大的。这些菜之所以长得这么快，当然是高小妞偷偷弄了点空间里的井水，浇在了石磊的菜地里，让这些蔬菜疯长。2天就能摘一茬，他们根本吃不完。蔬菜是地里长的，你有需要拿去卖就好了。也是奇了怪了，以前这菜地也没长出那么多啊！我知道了，
之前是不是因为趁着我们不在，才被别的知青给偷吃了？我就知道那些人没安好心。还好，小妞，现在有你在，他们就不敢偷采了。果然还是你的功劳。这其实这么说也没错，就是别的知青莫名其妙背了一口锅。晚上，高小妞见大部分知青都睡下了，她才偷偷打开系统进入空间。经过这几天的打理，空间里已经长了不少的东西。就这么几天时间，小青菜已经能吃了，果然系统撑不起我。高小妞打开了外卖商店，查看余额。这些天空间长出的蔬菜水果，以及陆续卖出去的无骨鸡爪，已经有5000块了。这么好赚的吗？我果然有赚钱的头脑，哈哈哈。心里有数之后，高小妞就去外面的炕上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高小妞拿着篮子就要跟苏怀清一块走。苏怀清一顿：“你去哪儿？捡蘑菇、挖野菜。你身体还没好，别到处跑，菜地里的蔬菜足够吃了。”高小妞笑眯眯地看着苏怀清：“我这不是怕我大伯母跟那个大堂姐真的来找我麻烦吗？我又打不过他们，留在家里多吃亏啊！我要跟你一起走，就在你附近的山坡上挖野菜，躲他们几天，等他们找不到我，消停了，我再留在家里。以后要是遇上了，我再出其不意地打他们一顿，打完就跑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吗？”苏怀清一脸黑线，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，伸出大手揉了揉他那毛茸茸的脑袋，夸奖他：“聪明，遇到打不过的人，千万别逞能，拔腿就跑才是上策。”高小妞嘴角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面对这种大佬，一定要让他体会到养成系的快乐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哈哈哈，我可真厉害。就在他们走了没多久之后，李家大伯母带着李红梅还真的再次找来了。得知高小妞一早就跟苏怀清出去了，扑了个空的李大伯母顿时跳脚，母女俩在院子里骂得唾沫横飞，口干舌燥，最后没人搭理，只能回去了。高小妞这些天一直跟着苏怀清出门，早上一起出去，晚上再一起回来，一连3、4天，确定李家那边消停了，她这才停止。这衣服怎么洗不完？要是乡下有洗衣机就好了。快洗吧，我来这么久就没见过你洗床单。你来了才1个月不到。我来之前，你那床单也有段时间没洗了。王宇哼哼唧唧的不高兴，他一点也不想洗床单。周围的知青越聚越多，郑佳佳也在。这会儿他终于找到机会了。洗洗刷刷这种事情都是女人做的，王宇，你不想洗，简单啊，让高小妞帮你洗不就行了？她一天天的也没什么事儿，洗洗衣服有什么不可以？王宇眼睛一亮，对呀，妹子，以后我的床单、被罩还有衣服、鞋子你给我洗了，我给你发。说什么呢你？他洗不动。王宇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怀清打断了。苏怀清这样的维护让郑佳佳很不服气。苏大哥，他怎么就洗不动了？又不是多金贵的人，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被他害得这么惨，难道就让他只做3顿饭？他以前在李家不是要伺候一大家子吗？那个时候洗衣服是家常便饭，如今来了这里就不能做了。苏怀清那张冷脸上没任何表情。说出的话很不客气。人是我带回来的，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郑佳佳没想到苏怀清对她一个女孩子竟然会是这个态度，一时间眼眶一红，十分委屈。我只是关心你们，每天那么累的干活，还要做这些琐事，你明明不用负担这么重，你男女有别，我过得很好，郑知青不用关心我，而且我跟你也不熟，你这话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，还是保持距离的好。看他那么照顾高小妞，还以为是个会怜香惜玉的男人，没想到是这样。郑佳佳眼泪差点都落了下来，她不死心的又开口了：苏大哥，你干嘛这么维护？你还不去把你那臭衣服臭鞋子全都洗干净？苏怀清快速出声打断郑佳佳的话，直接向王宇发难。王宇挑眉：完了，冲我来的，算了，谁让我们是哥们呢？我一大老爷们要那么干净干什么？苏怀清随意道：你收拾干净，过2天带你上山打野猪。王宇眼睛都亮了。真的？苏怀清点头。真的，趁着年前有时间，多去山上找点吃的好过冬。王宇激动地说：没问题，这是你说的呀，一定要打到大野猪。苏怀清伸手好他，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他若是上山，那打到野猪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的。
肉啊肉啊！看到了肉的希望，本少爷愿意洗衣服。一旁的知青们也想上山，不过苏怀清拒绝了。高小妞为了缓解尴尬，说道：大家别灰心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我们打回来的肉也会分给大家吃的。只是山里有点危险，人太多顾不过来，到时候打到了肉我做饭，大家可以来我这儿吃。还是小妞懂我，待会儿你的衣服都给我吧，你这身体这几天不方便太累。一旁的郑佳佳越听越生气，还说什么去你那里？那是你的家吗？哼！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本来就很让人羡慕，作为女孩子，谁不想要个私人空间？他们7、8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，急得要死，想改变，可无力改变。高小妞原本是比我们还可怜的，本以为这妞子会是个可怜虫，那个时候还特别可怜她，结果现在才发现，小丑竟然是我自己。她现在过得比所有人都好，凭什么？郑佳佳已经嫉妒的要疯了。苏怀清越是对高小妞好，他便越觉得是高小妞抢了他本该拥有的一切。明明是我先喜欢苏怀清的，那个时候高小妞还没出现呢。郑佳佳眼眶红了，不甘道：苏大哥，你别太宠着他了，他以前过的日子跟现在根本没法比，时间长了他就习以为常了。你对他这么好，将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被这样一个大手大脚的人缠上，你以后会有数不尽的麻烦的。苏怀清不想搭理他了，之前他就说得很清楚了，这姑娘怎么好像没长记性？王宇皱眉道：你少说2句吧，这小姑娘真是可怜，以前没过好日子，这不现在有了我跟老苏帮忙吗？郑佳佳觉得委屈愤恨，有人搭理她，正好她的怒气有了宣泄的渠道。她可怜别人就一定要同情她吗？她可怜就能理直气壮的大手大脚花苏大哥的钱吗？你看看她吃的穿的用的，哪样是以前她能肖想的？王宇无语至极，花的是苏怀清的钱，他都没说什么，你激动个什么字啊？再说了，高小妞哪里要求你同情她了，哪里就理直气壮花钱了，怎么到了你嘴里，搞得好像高小妞强迫苏怀清一样。旁边的杨春红拦住了准备发火的郑佳佳：你少说2句吧，她还小，不是说身体不好需要养一养吗？说得对，苏知清对她好一些，照顾一下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对，又是彩礼又是医药费，那么多钱都花了，如今总不能不管她。想到那300块彩礼，郑佳佳就咬牙切齿，怒道：救他一命已经仁至义尽，他自己身体不好，生在那样的家庭，就算病起了，那也是他活该。王宇抬头看了郑佳佳一眼，可真够恶毒的，这娘们看着不像好人啊。苏怀清听到这些话，抬起头看向郑佳佳，目光有些冷冽。我似乎跟你说过，少管我的事。我跟你不熟，以后称呼我苏知清或者苏同志，别再苏大哥的喊我，你不要迷失我还要呢。郑佳佳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要是还听不懂人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整个院子都安静了。下乡这么长时间，这是苏怀清第一次发怒，表面看着没什么大反应，但说出的话也太过分了。郑佳佳终于承受不住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苏怀清气势那么吓人，此刻没有人帮他说话，他受不了。接上集，郑佳佳被苏怀清对了一顿，撒丫子跑了。这段时间再也没做过妖。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尤其北方天气变冷得很快。苏怀清打算要去县里一趟。苏怀清，可以带着我吗？苏怀清眉毛一皱，我去是有正事要办的，带着你恐怕不方便。高小妞抿抿唇，我冷，衣服不够，想去买点衣服。苏怀清这才想起来，高小妞只有出院时候买的3套衣服，那个时候天气还不冷，如今降温了，她的衣服就不够了。确实该给你添一些冬天的衣物了，北方的冬天可是冷得很。行，带你去。高小妞点点头，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槐花大队到县城还是有些远的，40分钟就到了县城了。这跟我印象中的县城实在差得太远了些。苏怀清有事要办，没有时间陪着高小妞去买衣服，他给了高小妞一把钱跟票。供销社跟百货大楼都知道在哪吧？中午饿了去国营饭店吃饭，我大概下午3点左右回来，你买好东西在供销社门口等我。苏怀清想了想，怕他不知道时间，又塞了一块手表给他。高小妞瞪大眼，这些钱有零有整，看着大概有100块左右，还有手表，这是块男表，劳力士啊！我天，
大佬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么有钱？这年头，很多人的工资也不过就20几块，少的才18块左右，30出头就已经算是高工资了。这怕是他好几个月工资吧？这个年代，拿着几个月的工资去买衣服，高小妞有点不好意思。你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苏怀清顿了顿，我好像没什么要买的。衣服呢？冬天要来了，棉衣要准备了，你的厚衣服够穿吗？苏怀清的衣服是够的，但是他想到了他爷爷奶奶，回答道：棉衣棉裤你都会做吗？当然会。那就多买点布料。他爷爷奶奶的身份虽然敏感点儿，但现在他已经下乡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便交代道：2位老人家的衣服低调点儿，要用新棉花保证暖和，表面最好用旧的料子，别太引人注意。你自己的衣服穿新的贵重的料子都没关系，自己多置办一点。高小妞点头。老人家衣服不多，里里外外你都置办一些，不要去没人的地方。买完东西就在供销社门口，别乱跑。还有，要是真遇到坏人，多半也是想抢你东西，记得大声呼救，然后把身上的钱票，包括你买的那些东西全扔了，往不同的地方扔，扔得远远的，让人去抢那些东西，自己赶紧跑。高小妞心里有点感动，苏怀清跟她非亲非故，这份维护，即便是家人也不见得做到。我会小心的，你去忙你的事情吧。我买好东西，去派出所门口等你，那里安全。苏怀清点点头，给他指了指派出所的方向。里面有一个陈亮，陈公安，是我朋友，遇到事情找他，报我名字。高小妞点头，好，我记住了。苏怀清交代好一切，这才离开。看着大佬离开的背影，高小妞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感动。苏怀清离开之后，就直奔黑市而去，逛了一上午。高小妞把该买的都买完了，有棉衣、布料，还有一些吃的。她打算去派出所门口等苏怀清。刚好这个时候，苏怀清就来了。你东西都买好了，看你这个小背篓也装不了多少东西吧？都买好了，没有买毛衣，这些我都会织，不用花那个钱，我办事你放心，妥妥的。哈哈哈，你这个小姑娘还真是有意思。等到了知青点，知青们在院子里做晚饭，看到苏怀清跟高小妞带着这么多东西回来，一个个都看了过来。王宇委屈巴巴地看着两人，你们俩去哪了？中午都没人做饭给我吃。怎么这么想做我儿子吗？天天除了干活还得伺候你是吧？这说的什么话？老苏，你不爱我了，你已经变心了。高小妞一脸尴尬。其实他俩这 CP 也挺好磕的，哈哈。对了，小妞，有好多人去河里抓鱼，你们去不去？我也想去玩一下。行啊，多抓几条，正好晚上给你加个肉菜。太好了，你可真懂我这颗想吃肉的心。整个大队都出动了，都在捕鱼打捞，大家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小孩子们在嬉笑打闹，大部分就是来玩的，一个个玩的浑身都是泥水。见高小妞身上干净，故意在高小妞跟前拼命蹦跶，把高小妞推倒。看着高小妞摔了一身的泥，一个个起哄，拍手大笑。他气坏了，叉腰大吼：臭二蛋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当心我揍你！二蛋今年8岁，大叫一个调皮，对着高小妞就回礼。来呀来呀，我才不怕你！高小妞发怒，她不能跟一个8岁的小屁孩计较，就喊旁边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：狗娃，你去揍他，把他按泥潭里，身上的衣服不能留一块干净的地方。我给你一颗大白兔奶糖。真的？你真给我奶糖？给，我肯定给。你去揍他。狗娃嗷的一声就冲上去，两个孩子打在一起，周围一群拍手看热闹。二蛋打不过狗娃，被狗娃按在泥水里，浑身的衣服都是泥，一块干净的都没有。泥滩这边一片欢声笑语，另一边，高小妞一人拎着小鱼小虾回家。接上集，高小妞让狗娃把二蛋给狠狠收拾了一顿，锤的二蛋再也不能人道了。当然我是开玩笑的。等苏怀清他们拎着鱼回家的时候，高小妞也正好刚回来。小妞，你咋变成这副样子了？还不是那些臭小孩往我身上砸泥巴。那你先去洗洗吧，别一会儿再感冒了。高小妞赶紧去打热水洗澡洗头发。过了一会儿，浑身是泥水却精神抖擞的狗娃跑到了知青点。高姐姐，高姐姐！没看到人，就看到苏怀清坐在院子里。这个人我认识，好像是买走高姐姐的知青。狗娃跑到苏怀清跟前：苏知青，你小媳妇儿呢？什么？王宇在一旁听到了，
一愣，随即道：哈哈哈哈哈！小媳妇。见苏怀清不说话，狗娃急了：苏知清，你不能耍赖啊！你小媳妇儿说了要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的，大人不能骗小孩子，你赶紧给我！哈哈哈！小子，他小媳妇儿是谁？高小妞啊，以前叫李小妞的那个姐姐，今天她答应给我糖了。王宇在一边继续逗着这个小孩，苏怀清则像是在一旁想着什么，不说话。高小妞洗完澡回来，狗娃看到高小妞，立马喊道：高姐姐，你答应给我糖的，我刚才跟苏知清要了，她不给我。狗娃，答应给你糖的是我，你跟他要干什么？苏知清没糖了。狗娃一脸不解：可是你是他小媳妇儿啊，你答应给我就是他答应的，我跟他要不是一样吗？高小妞挑眉看着眼前的小屁孩：谁跟你说我是他小媳妇儿的？村里人都这么说啊。高小妞笑了：狗娃，你说咱们村里能称得上谁是谁媳妇儿的，是不是都是结了婚的？狗娃点头：是的。那我跟苏知清结婚了吗？狗娃愣了愣，摇了摇头：既然没结婚，那怎么能叫小媳妇儿呢？狗娃想了想，好像是那么回事。可是村里人都这么说啊，苏知清不是给了你彩礼了吗？300块呢，咱们村所有女娃子出嫁，就你的彩礼最贵，可以娶好几个小媳妇儿了。高小妞一想，随即道：对哦，还有那300块钱呢。既然大家都说那彩礼是给我的，我要是不拿着那个钱，岂不是亏了？狗娃感觉自己的脑子跟不上眼前的高姐姐，赶紧提自己的要求：高姐姐，你说过给我奶糖的，快给我啊！我可是把二蛋揍了一顿呢。高小妞笑了：二蛋回家被爸妈揍了吗？狗娃狠狠点头：揍了，我把二蛋压在泥坑里，让他从头到脚除了眼睛就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，他爹妈都认不出来了，回家就被揍了。高小妞乐得哈哈大笑：狗啊，干得漂亮！他去屋里拿了一块奶糖给了狗娃，拿到糖的小家伙立马塞进嘴里，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。狗娃吃到糖，蹦蹦跳跳的走了。苏怀清和王宇都愣了一下，难怪还是个小姑娘，就是爱玩，还跟小孩子计较。一旁的苏怀清挑了挑嘴角，这样也好，他这样做，那些坏小孩就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欺负他了。北方的天气冷得特别快，高小妞穿得挺厚，都觉得冷。哎呀妈呀，得赶紧把毛衣织完了，这天也太冷了。苏怀清和王宇也没闲着，这些天都在捡柴火。王宇这个家伙以前是不干活的，苏怀清来了以后，他就不能那么懒。高小妞一连在家里待了好几天，织毛衣织毛裤织的眼睛都花了，也跟着出来活动活动。苏怀清走着走着，忽然听到一阵呼喊声，听着像是在喊救命。这声音，他面色一变，赶紧冲了过去。见他这突然的反应，高小妞也跟了过去，看见一个老太太躺在一块石头旁，一声声的在喊着人，急忙过去想把老太太扶起来。奶奶，奶奶你怎么了？老太太疼得直抽泣。哎呦，我的脚，快扶我坐起来！苏怀清直接把她放到了一边的大石头旁，崴了脚，疼得老太太站不起来。苏怀清松了口气。奶奶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一个人跑出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跟爷爷在隔壁村养老吗？苏老太太疼得厉害，臭孙子还责怪她，把她气坏了。你个小孩子，你敢教训你奶奶了？天这么冷，马上就要下雪了，我这不是出来找点柴火吗？谁知道摔了一跤，哎，终究还是老了，干这么点活都能摔跤。想当年我跟你爷爷打仗的时候，什么样的山路没走过，这小地方竟然能让我摔跤，哎。高小妞是没想到，竟然会看到这样的一幕，听到这样的话。苏怀清喊她奶奶，这老太太眉眼间确实跟苏怀清有些相似，看来这应该是她亲奶奶了。看到高小妞，苏奶奶眼睛一亮，笑道：这就是你救回来的那个小姑娘，长得真俊。高小妞眨眨眼，请问您是？苏怀清直接回了一句：她是我奶奶。高小妞展颜一笑：苏奶奶您好，我就是苏大哥救回来的那个小姑娘，我叫高小妞。这样的笑容让陆奶奶有些意外。苏老太太感受到了高小妞的善意，笑着回道：你好你好，
王宇拎着他跟苏怀清的柴火赶来，见此也吓了一跳。苏奶奶，您没事吧？苏奶奶摆摆手，没事没事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人老了，轻轻摔了一下就爬不起来了。休息了一会儿，老太太觉得不是很疼了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你们忙你们的。苏怀清怎么可能会让她独自回去？伸手直接把老太太背了回去。苏怀清叮嘱道：奶奶，这2天别走动，柴火的事情交给我就行，冬天肯定不会让您冻着。好好好，还是孙子懂得心疼我，不像你那个爷爷细老头子。3人把老太太送回家，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，几人捡的柴火都留下了。接上集，把苏怀清的奶奶送回家之后，高小妞就一个人回家了。苏怀清和王宇去重新拾柴火，高小妞直接回家了。我这下大概知道苏怀清之前说要给2位老人家做衣服是给谁做的了，应该就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天气这么冷，我都穿厚衣服了，老人家的衣服却挺单薄的，家里没有缝纫机，只能去找别人借，这样速度快一些。高小妞这次去的是王二婶家，王二婶是一个很麻利的女人。高小妞把需要用到的衣服片都带上，口袋里装了几颗大白兔奶糖，去王二婶家。王二叔在院子干活，王家的大孙子在地上数蚂蚁。二叔，婶子呢？我来你家借一下缝纫机。见到高小妞，王二叔就笑了。你这小姑娘如今是越长越漂亮了，一看苏知青就没让你吃啥苦。你婶子在后院菜地呢，老婆子，老婆子。王二叔喊了几声，王二婶就回来了。这丫头来借用一下缝纫机。王二婶看见高小妞，行，在屋里呢，跟我过来吧。高小妞当即道谢，谢谢婶子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给他们的大孙子。这大孙子才3岁，走路都还不是特别稳当，但嘴巴倒是挺甜的。见有糖，当即笑得牙不见眼。谢谢姐姐，真乖。高小妞跟着王二婶进了屋。王二婶看到她给大孙子奶糖，脸上的笑容就更大了一些。老式缝纫机，凤凰牌的，这个上辈子高小妞在老家就见过，也会用，早就准备好的，20分钟左右就做完了。王二婶还有些惊喜，这么快？高小妞笑笑，只是把需要的一些地方缝合一下，回去还要做别的工序，眼下这些自然是快的。眼前的高小妞真的跟2个月前的差别太大，要不是他们本村人，那简直不敢认。你干活伶俐，素质清美，可是难得的好小伙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。谢谢婶子了，我一定好好过日子。对了，婶子，你家里有多余的褥子吗？快入冬了，我那边需要很多生活用品呢。你要是有的话，我拿东西给你换怎么样？王二婶眸光动了动，苏怀清有钱，他们都清楚。高小妞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多半是好东西。有是有，而且是2床，你要多少？都是以前我跟你二叔用的，很干净。这2天也是刚拿出来晒过，拿回去就能用。这个用了没几年，还新着呢。王二婶是比较干净的人，家里的情况就能看出来，有干净的，她当然乐意要。确实不错，婶子，你想要点什么？毛线有没有？高小妞点点头。混纺毛线，黑色、灰色和蓝色。我要黑色。王二婶想了想，笑道：婶子知道你家里猪肉多，再给点猪肉，怎么样？高小妞掂量了一下价值。这样，毛线我给您1斤半，2斤野猪肉，再给您10颗大白兔奶糖，您看怎么样？哇，这简直远远超过了王二婶的心理预期。她笑道：闺女，你太大方了，用不着这么多，你过日子也不容易。高小妞笑了。婶子，你别跟我客气，野猪肉是苏大哥去山里弄来的，运气好碰到的，也没花什么钱。至于奶糖，就当给大宝舔舔嘴。大宝就是他们家的大孙子。王二婶笑的嘴巴都咧到了耳朵根。你这闺女可真会说话。高小妞笑得满脸单纯。瞧婶子说的，我可是认真的。我年纪小，在村里生活也不容易，婶子照顾我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王二婶听出来了，作为大队长的弟妹，巴结她的人不少，王二婶都习惯了。但是眼前这丫头，着实让她有些意外。以前可真没看出来这姑娘这么聪明。王二婶来了兴趣，跟高小妞说笑了一会儿，这才让她回去。以后有时间来婶子家里玩啊。好嘞。
您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儿把东西给您送来。高小妞走了，王二婶简直笑出了声。王二叔就纳闷了，你笑什么呢？刚才怎么见你跟那姑娘那么亲热？你们在屋里说啥了？王二婶笑道：随便聊了聊呗。我是笑这姑娘有福气，也聪明，你看着吧，老李家将来肯定后悔。天天被后妈欺负，不给饭吃，现在我重生了，看我怎么在80年代大翻身。接上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很多人都在到处收集柴火过冬，还好家里有之前苏怀清和王宇囤的柴。高小妞打算出去多买点东西囤着，她刚出门就听到知青点外面一阵自行车铃铛的声音，有人在喊：苏怀清有你的包裹，王宇有你的包裹，宋萌、李雨晴有你们的包裹，徐冬梅、郑佳佳有你们的信，石磊有你的信。听到名字的众人赶紧出来，没喊到名字的人都跟着出来看热闹了。高小妞正好就在院子里，听到声音立马过去，她是第一个到的。苏怀清的包裹呢？给我吧。邮递员看着眼前的小姑娘，满眼的惊艳，满眼的八卦。你要苏怀清的包裹？对啊。邮递员被冷风吹得有些僵硬的脸庞，此刻表情非常丰富。你是他什么人？高小妞想了想，该怎么回复？我是他妹妹。邮递员虎着脸，胡说八道！苏怀清什么时候有美眉了？你让他自己来拿。苏怀清同志有你的包裹。邮递员扯着嗓子往知青点里面喊，恨不得冲进去把苏怀清揪出来。高小妞无语道：别喊了，他出去了，不在家。众人出来聚到了门口，都被高小妞这一身的衣服惊到了。我的天，好漂亮啊，小妞，你在哪买的？县里的百货大楼吗？这话是宋萌问的。几个女知青的目光都死死地盯在高小妞身上，各有情绪。一个姑娘盯着高小妞，羡慕嫉妒恨。这大衣就要100多块吧？你里面的毛衣也是新的，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你织的那件，对不对？羊毛线呢？20块钱一斤。你脚上这皮鞋起码要20-30。苏怀清可真舍得给你花钱。那语气里满满都是酸气。徐冬梅家境不好，这一身她真的穿不起。此刻看到曾经比她还差劲的小姑娘变成如今这模样，这落差感觉心态差点就崩了。她这话越发刺激了郑佳佳跟杨春红。郑佳佳目光仇视：你就这么败家？苏大哥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凭什么这么花他的钱？高小妞翻了个白眼：我花他的钱关你什么事儿？他愿意给我花，他要是不愿意给我，我根本花不到，心里不平衡，跑去跟苏怀清说呀，有本事让他别给我花呀。你今天苏怀清不在，郑佳佳的胆子大了些，气得要冲上来。这时王宇走了出来，他咳嗽了一声：你们几个女同志能不能少吵2句？莫名其妙，每次见面都吵。想穿漂亮衣服自己去买好了，谁拦着你们了？还有你郑佳佳，每次找麻烦的都有你，又没花你钱，你少操这个闲心。郑佳佳背下了面子，愤恨又委屈，几人也都脸色通红，可是却没办法回击。邮递员看了一场大戏，心中八卦之火熊熊燃烧。我的天嘞，这姑娘还真跟苏怀清有关系啊！那个变态这才乡下多长时间啊，就养了这么一个小仙女。邮递员的八卦双眼看向王宇，不断的挤眉弄眼，想听更多。王宇还以为他在确定高小妞的身份，于是直接道：不用怀疑，你认识一下，她叫高小妞，以后我跟苏怀清的包裹交给她也行。妈耶，今天大瓜，回去一定跟兄弟们分享。众人嫉妒的都快扭曲了。王宇拍了拍这2个包裹，笑道：估计是苏怀清他舅舅跟他哥哥寄的，估计是看天冷了，给他寄的棉衣跟棉被。你们之前就认识啊？关系很好嘛？是啊，我可是最了解他的人。不愧是我磕的 CP， 哈哈哈。王宇看向高小妞：小妞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长高了？我年纪不大，长高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直到现在，高小妞也没有刻意提起她的年龄，大家也没有刻意问过。王宇杀风景的来了一句：女孩子一般15、16岁就不长了，你可要快点长，不然就太矮了。靠！老娘想锤爆你的狗头，你才不长了！你才矮呢！高小妞气坏了，扔了手里的包裹，转身就走了。王宇一愣：
哎，你怎么就走了啊？妹子，咱们中午吃什么？吃你个头！吃我个头，脾气见长啊！怎么觉得跟苏怀清越来越像了呢？坏了，这两人都是冲我来。被后妈赶出家门后，衣服我成筐买，水果我成筐买，雪花膏我成筐买来，桃酥我成筐买。高小妞买好了东西，刚走出供销社，迎面就碰到了李红梅、李红珠，还有李家大伯母，然后就是林栋梁。真是冤家路窄，刚穿一身漂亮衣服就遇到以前的仇家，是该说运气好扬眉吐气的一把，还是该说运气差刚体面一点就一次碰到4个仇人？妈呀，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打不过呀！智取，一定要智取！眼前的高小妞完全脱胎换骨，他们一开始压根就没认出来，只有稍微敏感的李红梅盯着高小妞看，她看了她那张脸好一会儿，才不敢置信道：你是高小妞？上次遇见高小妞已经好看了很多，这次直接从一个丑小鸭瞬间变成了白天鹅，这差距一般人都接受不了。高小妞轻笑了声，眼力不错呀，我都变得这么漂亮了，竟然还能认出我。上次见到高小妞，李红梅被踩了一身的狗屎，到现在她想起来还恶心着，如今见到高小妞穿得这么体面，李红梅怎么能不生气？高小妞，竟然真的是你，你还有脸出来？呵呵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没做亏心事，怎么就不敢出来了？你上次弄脏我的衣服，账我还没跟你算，正好这次跟你算清楚。看着高小妞身上的衣服，还有她篮子里的东西，李红梅忍不住了，直接就冲上去。刚刚还想着要智取，但是看到李红梅的反应，我就知道智取不了了。高小妞皱了皱眉，这么多人，我怕不是要被揍成肉饼。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真要打，回去让苏怀清教我几招再来打也不迟。但是李红梅跟李大伯母怎么会让她走呢？就连李红珠也不会啊！几人连忙拦住了高小妞，跟着李红梅一起冲上来，想要打人。以前在李家他们对待高小妞的时候，就是这么随意的打骂的，如今依旧是如此。高小妞见走不掉了，第一时间扔掉了手里的篮子，只拿了里面的一把剪刀出来。高小妞见李红梅冲过来，拿着剪刀对着对方的脸就刺了过去。来得好，正好我要划划你的脸。那狠厉的眼神吓得李红梅一跳，哈哈哈哈哈！就你拿个破剪刀吓唬谁呢？果然跟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样，见人生的孩子果然是个小贱种。你们娘俩那狐媚子样果然一模一样。骂人就骂人，不带骂娘的。我猜，他要无了。高小妞一手拿着剪刀，直接对着他的肚子就狠狠地捅了过去。李红梅的惨叫声都破了音，疼得她头皮炸裂，加上她是弯着腰的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剪刀捅进自己肚子里，她何时见过这么血腥的阵仗？整个人都吓傻了，最后只剩下惨叫了。今天本小姐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这个时候被吓傻的李大伯母跟李红珠也这才反应过来，红梅大姐，两人都顾不上打高小妞了，直接朝着李红梅冲了过去，赶紧去检查她的肚子。救命啊！吓人了！红梅你别吓娘啊！林栋梁也被吓得不轻，在李红梅摔倒的时候就过来把李红梅抱在怀里，此刻看向她的肚子，结果却发现并没有血。没有血。李红梅还在大哭大喊，呜呜呜，救命救命，娘！李大伯母跟李红珠也发现了李红梅的肚子上并没有血，两人一愣，盯着李红梅的肚子一瞧，肚皮上只有很小的伤口，并没有致命伤。李大伯母跟李红珠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之后，更是撕了高小妞的心都跟着就去追。小贱人，老娘今天弄嘎你！李大伯母今天是真的气狠了，2次伤她的女儿，她哪里还能忍？高小妞跑得太快，一时没注意，一下子跟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瞧，高小妞眼睛一亮，苏知清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跑得慌里慌张的？苏怀清来了，高小妞顿时就不怕了，咧开嘴就道：没事没事，我能有什么？喊了2声又反应过来，立马就开始告状。苏大哥，他们要弄嘎我，我好怕怕呀！说着，一脸怕怕的往他身后躲。苏怀清一手把高小妞挡在了自己身后，右手一动，28大杠的自行车换个位置，正好挡在李大伯母跟李红珠跟前。
你们两个要干什么？苏怀清的声音很冷，尤其是对待不怀好意的人。一个从小受过训练、上过战场的人，身上的气势一旦拿出来，普通人是承受不住了。李大伯母跟李红珠被吓了一跳。你让开！这小贱人敢嘎人，我今天非弄嘎他不可！李大伯母伸手就要去抓高小妞，苏怀清把自行车一晃荡，拦住了李大伯母。你干什么？李大伯母打不到人，气得跳脚。苏怀清冷笑一声，跑来打我的人，还问我要干什么？怎么？是你想跟我打，还是回去叫你家男人来跟我打？叫你家男人来跟我打。李大伯母个子不高，但身形比一般人壮一些，要是跟别人打，她当然不怕。但眼前的是苏怀清，身高比很多男人都要高出一个头，身板结实，一看就不好惹的那种。她可不敢打。你少多管闲事，那个小贱人敢伤我女儿，我打她怎么了？女人之间打架，你个大男人插什么手？苏怀清气道：打我的人还让我别多管闲事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女人就能打了吗？我找一群女人把你女儿打一顿，你女儿的爹是不是也不能插手？别人听到这话是什么反应不知道，但是高小妞听到这话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你女儿的爹？大佬，你不会是把我当成女儿养了吧？是他先要嘎我们的，我堂姐都被他打伤了，是他拿着剪刀要嘎人的。李红珠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苏怀清，之前一直远远看着，如今终于看清楚了。李大伯母立刻附和道：对，是他要杀我女儿了，我要给我女儿报仇，你管不着，让开！明显就是抓不住重点的人。苏怀清见跟这些人掰扯不清，便转移话题：你女儿不是好好的，3、4个人追着一个小姑娘打，却还嚷嚷着是别人要嘎你，真要嘎你，你还有这么胆子追着人送给人嘎？你们李家果然蛮横的很，当初没脸没皮的把女儿300块钱卖给我，亲手签下的断亲书，如今又缠上来，这是又想讹诈吧？你这女儿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李红梅，是李家的大姐，旁边那个是她未婚夫，叫林栋梁。林栋梁本来是我未婚夫，结果……高小妞小嘴突突突，跟机关枪一样，把事情全都抖了出来。刚才她虽然嘴里喊着要嘎人，但此刻大家看李红梅身上一点血都没有，就知道她拿着剪刀不过是吓唬人。这事儿连解释都不用解释。农村没什么娱乐，看热闹就成了所有人的爱好。小高老师当年在公社也是有名号的，毕竟漂亮啊。被高小妞这么一说，大家顿时就想起来了。对，我记得，小高老师当年确实说过，他把女儿定给林家了，当时还给我们发过喜糖。我也记得，还是大白兔奶糖呢。我这辈子就吃过那一次大白兔，就是小高老师给的。这孩子在老李家受了大罪了，谁知道到了人家知青手里，3个月就变样了。这姓林的不会又反悔了吧？也是，这么漂亮的小媳妇不要，跑去要了红某那样了，不后悔才怪，哈哈哈哈哈！被高小妞这么一嚷嚷，画风顿时就偏了，大家全都去调侃李红梅跟林栋梁了，没有人再关注高小妞跟李红梅打架的事情了。李大伯母终于急了，毕竟关乎女儿的名声，这抢妹妹未婚夫的行为终究是不好看的。你分明是你勾引未来姐夫，极恨你姐姐，你跟你那个妈一样，年轻的时候就花枝招展。闭嘴吧你！林栋梁长得还没我苏大哥一半好看，还没他有钱，给我苏大哥提鞋都不配，就他那副喜德性，还敢说我勾引他？戴伯母，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还真是炉火纯青，这种鬼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我放着这么好的苏大哥不要，跑去勾引他，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周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这话我信，哈哈哈哈！对，我也信，他肯定不会勾引姐夫，哈哈哈哈！脑子有病才会去勾引林栋梁啊！这跟苏知清比起来，差了不止一截啊！说不定是有人抢妹夫上瘾了，又看上苏知清了呢。这倒是有可能，苏知清谁不想要啊？画风又偏了，李大伯母气得满脸通红，林栋梁是羞愤的满脸通红。高小妞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不会娶你的。高小妞一阵无语，你可别扯上我，你爱娶谁娶谁，老娘才不稀罕你呢。林栋梁觉得太丢脸了，明明是他不要高小妞的，如今却仿佛是高小妞看不上他似的。你以前可是很喜欢我的，你还说要嫁给我，你什么你？你住口吧你！高小妞黑着小脸，十分强硬地打断他。林栋梁，一个大男人别太不要脸，
我跟你订婚的时候才多大，那个时候谈什么喜欢？再说了，后来我在李家干活累嘎累活，饭都吃不饱，被堂姐堂妹欺负的腰杆，我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有空喜欢你？前前后后姑奶奶就没喜欢过你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堂姐搞到一起去的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自己不要脸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果然是个不讲道义的混蛋。你这种人，为了李家的粮食跟肉就能把自己卖了，直接悔婚要娶我堂姐，你还有脸说我喜欢你？走走走，苏大哥，赶紧走！这帮没脸没皮的人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万一赖上我们怎么办？赶紧走！高小妞此刻心情极好，又报了一次仇，感觉爽歪歪。虽然她不是原主，但是却有着原主所有的记忆的，所以特别的能感同身受。